总有朋友询问飞行员的收入。飞行员在全球都算是高收入的工种，在美国，资深的机长年薪通常超过30万美元，比州长工资还要高1到2倍。欧洲的工资不如美国高，但是有些资深机长每年也能到手15万英镑以上，是普通白领的4到5倍，折合人民币约140万元。驾驶现代化的飞机其实已经是很轻松的事儿，有座椅，有空调，有自动驾驶，吃饭不要钱，厕所就在身边。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这么高的工资呢？其实原因也不复杂，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因素。一是技术难度高，成熟速度慢。飞机的驾驶是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，飞机与汽车不一样，汽车只是在平面世界里面摇摆，但飞机在上下左右各个方向上都在晃荡。学习驾驶飞机其实不难，有几十个小时就足够了。但驾驶大型飞机是熟练工种，必须大量的练习才能经验丰富，得有几千小时才能驾轻就熟。因此副驾驶不值钱，机长的工资却相当的高。驾驶飞机的难度在于提前判断，小型飞机反应迅速，推杆之后马上就有反应，但是大型飞机做出动作之后，往往几秒钟之后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。这样一来，只有长期的训练才能保证不犯错误。所以大飞机的飞行员工资高，机长工资更高。二是起早贪黑太辛苦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高薪工作都是极端辛苦的工作，比如程序员，比如海员，比如保镖，比如总统等等。这些人上班没有正点，没完没了的加班是常态，各种各样的状况无法预测。总之有需要就得上，不能支配自己的时间，也无法常与亲人相伴。因此无论在哪个国家，飞行员和空姐的薪水都很高。这帮人在执勤的时候，经常凌晨3点多钟就起床，遇到天气不好，航班延误，乘客闹事儿，后半夜也未必能回到家。如此辛苦不给高薪的话，是不会有人愿意做的。当然，管理水平较高的航空公司排班科学，能够让员工提前半个月知道计划，便于大家安排时间参加亲友的婚礼，庆祝爱人和孩子的生日，带孩子或父母看病，以及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等等。3是风险太高。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当机长的风险太高。机长要负责上百号人的生死，机长经常面临各种抉择，比如要不要复飞，要不要备降，要不要中断，要不要不管不顾坚持向前。权力大，责任就大，一旦错误就面临危机，风险太高。刚才咱们说过，成为机长是经验的积累，但经验这种东西无法确保万一，天气状况千差万别，就算是严格遵守规范，一旦手头失准，滑出跑道，飞机可能要报废，乘客可能要伤亡。这个时候不但高薪不会再有，还有可能要被抓去坐牢。全世界手头失准就得坐牢的岗位不多吧？更要命的是，机长还有培训副驾驶的任务。更要命的是，飞机这玩意儿忒贵。比如说一架波音787-9价值20亿元人民币，往往比10几家 A 股上市公司的总和还要高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万一一不小心蹲了秤了，你说怎么赔吧？所以这样的岗位一个月给10万块，是多了还是少了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